公元2024年盛夏，一支科考队正深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。沙尘暴来了，车队就地寻找避风处。沙尘暴毫无征兆地席卷而来，科考队彻底偏离了路线，陷入绝境。完了，我们迷路了，这地方连个参照物都没有，再找不到水，撑不过3天。这里是无人区核心地带，常年无降水，我们的水和食物最多维持48小时。在这片残酷的死地中，林夏指尖突然感受到了一丝细微的蠕动。这是一条受伤的荒漠沙蟒幼体，在毁灭性的沙尘暴中奇迹般幸存。是荒漠沙蟒，这么小的幼体能在沙尘暴里活下来，不容易。以后就叫你蛇仔吧，跟着我们一起活下去。现在多喝一口，等会儿就可能少1分活下去的希望。我们必须节省，我快渴死了！坚持住，我们不能现在就放弃。可这茫茫沙漠哪里有水啊？车坏了，指南针没用，我们就是待在这里等死。蛇仔，你是沙漠里的生命，你知道哪里有水吗？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，蛇仔似乎在示意林夏跟着他走。陈教授，你们看蛇仔，他好像在给我引路。看，这条小蛇，它能带我们找到水源。一条小蛇怎么可能引路？万一走进流沙区，不行！我有预感，它不会错的，我们不能拿命去赌。荒漠沙蟒靠水源生存，待在这里也是等死，不如跟着它试试，说不定真能找到水。陈教授，蛇仔的示意很明确。林夏说的有道理，留2个人看守物资，我和林夏、老王跟着蛇仔走一趟。陈教授，蛇仔的示意很明确。林夏说的有道理，留2个人看守物资，我和林夏、老王跟着蛇仔走一趟。蛇仔带路要小心，大家跟紧。明白，保持匀速，节省体力。水壶都检查好了，烈日下不能大意。前方有沙丘，大家准备好。真是奇了，这小蛇居然真的会引路，太有灵性了。长途跋驶1个半小时后，耐旱植被的出现意味着地下可能有浅层水源。这里有问题。蛇仔打转的地方，下面有东西。老王，快，我们来帮忙。3人合力清理，很快一块布满裂痕、带有人工凿刻痕迹的青石板露了出来。是人工建筑，这是古代牧民留下的遗址。沙漠里的牧民遗址一定有储水的地方。有水了，我们找到水了！太好了，有水了。多亏了这条小蛇，是它救了我们啊！有了清澈甘甜的井水，科考队终于有了活下去的底气。蛇仔，谢谢你，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老王，我们找到水源了，太好了，大家有救了！老王，
找到水了，我们有救了！是啊，大家振作起来！找到水源的消息传回营地，蛇仔成了科考队的小英雄，大家都把他当成了团队里不可或缺的地缘。古井的水有限，我们必须主动寻找出路。只要朝着正南方向走3天，就能走出无人区。方向怎么辨别？没有太阳分不清东西南北，而且沙漠里有流沙区，贸然前行太危险了。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，林下肩头的蛇仔突然朝着正南方做出了剧烈反应。他在指向南边，那里一定有线索。走，我们过去看看。蛇仔，他一定能辨别方向，他是沙漠里的生命，流沙区、毒蝎窝，他都能避开。好，我们跟着他走，快跟上！让蛇仔给我们引路，这可行吗？相信我，蛇仔能找到正确的路。但它毕竟是条蛇啊，万一……不会有事的，我保证。林夏，我们真的要靠这条蛇带路吗？之前他能找到古井，就证明他有灵性，熟悉沙漠环境。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，相信蛇仔，他一定会带我们走出买。好，就按林夏说的办，让蛇仔引路，我们收拾物资，轻装简行。明天一早出发前往正南方向。大家听我说，我们必须轻装上阵。明白，教授，我马上拆仪器。那我们带什么？冈三舰长，这就有晒足水和食物，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。蛇仔，明天就要靠你了，带我们走出沙漠，好不好？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科考队正式出发，蛇仔开始感知方向。蛇仔，看路吧。一人一蛇在前，队员紧随其后。这支特殊的队伍踏上了求生之路。老王偏离路线，即将踏入流沙区，蛇仔急速转身，死死缠住他的裤脚。蛇仔，放开我！老王，小心流沙！好险，多亏了蛇仔。我跟上队伍。队伍停下！蛇仔对荒漠毒蝎极为敏感，总是提前警示，带队伍避开毒蝎巢穴。从左侧绕开。白天他钻进浅沙引路，夜晚就爬到林夏怀里取暖，天亮继续带路。你们看，那是山，那是绿洲，我们走出沙漠了。我们坚持了3天，终于看到了希望。大家跟上，胜利就在前方。连日来的疲惫、恐惧与煎熬，在看到绿洲的那一刻彻底爆发。坚持住，同志们，我们做到了！谢谢你，林夏。连日来的疲惫、恐惧与煎熬，在看到绿洲的那一刻彻底爆发。坚持住，同志们，我们做到了！谢谢你，林夏。我们终于走出来了。是啊，历经艰险。蛇仔停下了脚步，似乎也在为这群绝境逢生的人类感到高兴。看，他在笑呢。蛇仔，我们做到了，我们走出来了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傍晚时分，他们终于踏上坚实的土地，进入了牧区。看到牧民的那一刻，所有人连日来的体力透支到了极限。朋友们，看起来很累了，请喝点热奶茶吧。谢谢，我们真的太需要这个了。别客气，远方的客人，多喝点，补充体力。当晚，接到卫星电话求救的当地救援车队安全抵达。领导，我们安全了。2天前是当地人蛇仔救了我们，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从河里拉上来。对，他的恩情我们铭记在心。我建议数据我激活条件。面临返回城市，林夏面临着艰难的抉择。他深知圈养不是保护。蛇仔，这里是你的家，你要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活下去。蛇仔似乎听懂了离别，紧贴着他的脚，久久不肯离去。林夏不舍，
但大自然才是蛇仔最好的归宿。蛇仔爬向沙漠深处，却又一步一回头，充满眷恋。走吧，蛇仔，回到你的世界去，我会永远记得你。蛇仔最终转身，彻底融入了那片属于他的茫茫沙海。第1年重返沙漠，林夏没见到蛇仔，只能留下他爱吃的食物。第2年，林夏在老地方发现了荒漠沙蟒的蛇帖，他知道蛇仔来过。蛇仔，我来看你了。3年未见，蛇仔对林夏没有丝毫陌生，依旧亲昵无比。蛇仔，你还记得我？你真的还记得我？蛇仔是沙漠的精灵，在沙漠里一定要尊重他，不要惊扰他的生活。记住，他是这里的主人，我们只是过客。任何研究都要以不打扰他的生活为前提。傍晚时分，林夏独自前往古井，2名好奇的研究生悄悄尾随。别出声，蛇仔胆子小，别吓着他。 2名研究生立刻放慢脚步，屏息凝神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2名研究生立刻放慢脚步，屏息凝神，不敢发出一点声音。前方的骆驼刺旁，体型更大的蛇仔正静静地趴在沙地上等待。 蛇仔，蛇仔顺着手臂爬上肩头，显得格外亲昵与信任。太神奇了！他真的认识林老师。原来传说都是真的。 科研途中，一名女研究生不慎踩松了沙粒，失去平衡。林夏，我没事，谢谢。蛇仔用身体紧紧缠住她的脚踝，拼命往上拉扯，阻止下滑。林夏反应迅速，冲过去一把拉住了女研究生的手臂。 脱险的女研究生瘫坐在地，惊魂未定。谢谢你，蛇仔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别怕，蛇仔很乖的。嗯，我知道。从那以后，所有队员都真正把蛇仔当成了团队里不可或缺的定员。这天，蛇仔突然变得异常焦躁。 不停扭动身体，发出急促声响。风暴要来了吗？你感觉到了？这天，蛇仔突然变得异常焦躁，不停扭动身体，发出急促声响。风暴要来了吗？你感觉到了？林夏立刻意识到，沙漠里极具毁灭性的极端天气即将来临。快，马上收拾仪器！ 转移到附近的戈壁石凹陷处躲避。明白。仪器拿到了，所有人跟我走。狂风突袭，大家抓紧了。知道了，这沙子打得人睁不开眼。坚持住，风暴会过去的。明白。若是没有蛇仔的提前预警，科考队必将遭受重创。“
那段日子风沙为伴，这片沙漠变成了充满生机与温情的家园。这段跨越物种的情谊，会像这片沙海一样源远流长，永不褪色。第5年盛夏，林夏如期来到沙漠，却没有在古井边看到蛇仔的身影。蛇仔，你在哪儿？我不会放弃的。林夏，别太着急，他在沙漠生活这么多年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可是教授，我还是很担心他。相信我，他会没事的。林老师，你看，这里有痕迹。嗯，在哪儿？大家小心，过去看看。林夏心脏猛地一紧，这血迹的颜色和浓度与荒漠沙蟒十分相似。我们顺着血迹的方向找。蛇仔，你怎么了？是谁伤了你？看伤口的样子，更像是被人用利器划伤的，而且有人类的气息。看伤口的样子，更像是被人用利器划伤的。林夏立刻意识到有不法分子进入了保护区，伤害了蛇仔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林夏寸步不离地守在蛇仔身边，给他换药喂食。蛇仔突然发出急促声响，林夏意识到不法分子可能回来了，不能让他们跑了。快，帮我接住！好，我拿着。放好，我去通知大家。戈登卫注意，发现可疑盗猎者，立即警戒，准备抓捕。快，帮我接住！好，我拿着。放好，我去通知大家。戈登卫注意，发现可疑盗猎者，立即警戒，准备抓捕。不许动！不许动！蛇仔，没事了，那些伤害你的人已经被抓走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危险了。蛇仔应该出生在这片戈壁洼地不远处的沙砾洞穴里，他的母亲为了保护他牺牲了自己，真让人心疼。是啊，希望我们能帮他活下去。蛇仔出生不到1个月，鳞片柔软，只能依靠母亲带回的沙溪和昆虫勉强生存。沙尘暴前夕，蛇仔母亲去更远的戈壁滩觅食，却意外遭遇一群误入沙漠的野狗。沙蟒奋力反抗，终究寡不敌众，侥幸逃脱后，却因伤势过重，倒在沙海，再也没能回来。失去母亲庇护，其他幼蛇因脱水和饥饿死去，剩下蛇仔凭着求生欲勉强活下。他刚爬出巢穴寻找水源，就被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席卷，重重摔下，遍体鳞伤。他拼尽全力钻进骆驼刺根部躲避，耗尽了所有力气，蜷缩在沙砾里奄奄一息。若不是林夏心中的善意拨开骆驼刺，这条小生命终将化为沙海的一部分。原来他这么可怜，从小就没有了妈妈，还经历了这么多苦难。唉，沙漠里的生命真是太顽强了。这么小的一只蛇，失去了母亲，遭遇了沙尘暴，竟然还能撑到现在，不容易啊！林夏，你观察得很仔细，这条小沙蟒不仅顽强，更有着超乎寻常的灵性。它能在绝境中存活，或许也是一种缘分。蛇仔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，我们科考队所有人都是你的亲人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，也会一起努力走出这片沙海，带你看看更广阔的世界。阳光给它浅沙黄色的鳞片镀上金光，那微弱的光芒照亮了众人心中的希望。林姐，他真的能活下去吗？是的，小周，只要我们坚持，他就有希望。
他很顽强，就像这片沙漠里的所有生命一样。只要有一丝希望，就不会放弃啊！只要不放弃，就一定能走出这里。你说的对，我们一起坚持下去。